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灵宠圣物的搭配和圣物召唤池究竟值不值得抽。来到灵宠召唤商城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物机关池，在每次活动都可以免费购买20次，合用换星购买60次。每个圣物机关池的价格是500换星，60次就是3万换星，这已经是和灵宠卷同样的消费等级了。如果全都买完，以后每次灵宠活动的消费就是6万换星，这对于还没有买完龙魂的玩家来说，应该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那么，灵宠圣物的换星购买次数，真的有需要买完吗？我们就拿它来和军团拍卖购买的价格来做比较，就知道值不值得了。军团拍卖一个2星的稀有灵宠圣物，就要花费1000换星。合成一个3星圣物，一共需要4个2星圣物，也就是4000换星一个。合成一个4星圣物，一共需要4个3星圣物，也就是总计需要花费16000换星，才能合成一个4星圣物。圣物池的保底是50次，以每个圣物机关池500换星来计算，如果保底了，就是25000换星一个4星圣物，这个价格是比军团拍卖里慢慢买来合成还要贵上许多的。以军团拍卖里的价格来换算成抽取量，就等于是32抽。如果你可以在32抽内就把圣物抽到手，那么价格就会比军团拍卖里购买的更便宜。不过军团拍卖里的圣物看得到却不一定买得到，还是在圣物池这里抽会更实际，多花点换星来提高圣物升星的效率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加上在抽取的过程中也有机会抽到1星、2星或3星的稀有圣物，所以在圣物池里抽和军团拍卖里买的实际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。如果40抽内能拿下一个4星圣物，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并不亏。对于换星真的不太够的玩家，也可以按每次开启圣物池都只拿一个4星稀有圣物的节奏来抽。每次活动都有免费的20个圣物机关池，自己再掏腰包花1万换星买20个来抽就好。如果提前获得了圣物，剩下的圣物机关池就留到下一次再抽。如果抽完都还不见4星圣物，那就再慢慢花换星来买圣物机关池，直到抽出来为止，这是比较省换星的一种抽取方式。总之，如果剩下的圣物机关池不足以保底，那就留下次才抽就对了。当然，欧皇直接花换星买完60抽，再加上免费的20抽，想要在一次活动里抽出2个4星稀有圣物也不是不可能。接下来是圣物的培养。圣物升星需要的数量，在上一支视频中已经有提过，总数如下，现在直接来说培养的部分。首先，灵宠圣物是有基础属性和附加属性的。基础属性是固定的，花提升的是5降生命，叶子提升的是5降攻击，羽毛提升的是5降防御。至于圣物的附加属性，则是随机的。之前有特别去询问过官方，圣物会有哪些增强？根据官方的回应，在附加属性的部分也会稍微和陆服有些不一样。但今天特地去对比了一下，却发现居然和陆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怀疑这个部分可能还没有时装，又或者是之前获得的情报错误了。总之，附加属性的部分尽量以灵宠伤害类的属性为优先去装备，比如灵宠暴击、灵宠增伤、灵宠攻击这类的都是优先级别最高的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附加属性会出什么，是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。即使你拿4个灵宠暴击去合成，合出来的属性也不一定就是灵宠暴击，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很看脸，也无法强求。除此之外，圣物套装的技能也是完全随机的。即使你拿同样的4个圣物套装部件去合成，合出来的也不一定会是相同的套装。所以在合成的部分，并不需要特别去使用完全相同的圣物套装来合成。唯一要注意的只是合成圣物的品阶是否一致。只有全部都使用稀有圣物来合成，才会100%合出一个新的稀有圣物来。如果当中混进了一个普通圣物，合出稀有圣物的概率就会被均分，这点要特别留意，千万不能随便乱合。
以合成2星圣物为列子，如果使用了一个普通圣物去合成，合出稀有圣物的概率就会变成只剩80%。那么这个概率值不值得去赌呢？就让我们实际的去试试看看。经过实际的测试后，我们合成5次只失败了1次，这个概率还真的是80%，完全符合。但我们究竟有没有赚呢？我们成功的合成了4次，一共省下了4个稀有圣物，但我们也失败了1次，一共损失了4个稀有圣物。结论是白忙一场。除非你5次合成全中，才有可能真正的把材料节省下来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，The Chosen One， 你也可以尝试以更低的概率去拼，能合出一个稀有圣物来，不过后果请自负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赌的，那就拿1星和2星去赌就好，千万别手痒拿个4星稀有圣物去赌，万一它变成了普通圣物，你就会哭死。合成圣物的第2个要点是，先保留有需要的稀有圣物套装，有多的才拿去合成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灵宠圣物有出战和助战，所以最多需要保留2套起来。另外，前面也提到圣物的合成品是完全随机且不可控的。由于我们能直接获取的最大星数是4星，所以前期应该先以装备4星圣物为主。先保证都有一套完整的4星套装后，才将多余的4星拿去合成5星。稀有圣物的坑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。最后来说一说灵宠圣物要优先培养哪一个套装。目前最好的是星芒套装，出战技能可以提升灵宠对残血武将的伤害。基本上除了火烧灵宠和治疗灵宠外，其余的出战灵宠都是使用星芒套装。助战技能能使敌方所有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提升 48%， 同时使我方女性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减少 48%。非常好的技能，不需要任何叠加，只要满足触发条件，就可以激活最大灵宠增减伤。只要队里有3名女性武将，都可以使用星芒套装来助战。星芒套装无论是出战还是助战技能都很实用，所以要预备2套来给出战和助战使用。其次是赤焰套装，出战技能是火烧专用，也是少有能提升灼烧伤害，使武将也能获益的圣物。助战技能是我方武将每释放1次怒攻，就使敌方所有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提升 8%， 和星芒套装一样，最高也是 48%。但赤焰套装需要叠6次才能达到最高点，假设你每个武将都能在第1回合怒攻1次，那也可以赶在主战灵宠出手前就叠满增伤的。但它不像星芒套装一样，还有灵宠减伤功能，整体来说还是略逊于星芒套装的。队里没有3位女武将的，助战基本都要装备赤焰套装。有玩火烧队的，出战和助战都要装备赤焰套装，所以需要准备2套，高星的优先给出战。如果不玩火烧的，只需要预备1套给助战使用就好。最后是玉露套装，出战能提升灵宠治疗和我方全体武将的被治愈率，治疗灵宠专用，暂时还不确定非治疗灵宠是否能触发提升武将被治愈率的效果。总之，出战使用治疗灵宠现在已经不流行了，提升治愈率的优先级也不是很高，所以很少会用到。助战技能会使我方武将受到治疗时，使我方全体武将受到的灵宠和神兵伤害减少 8%， 最多一样是 48%。即使你的队伍里没有治疗武将也能用，葫芦能治疗全体，阵图技能普攻也有概率触发全体治疗。不管是套装的效果，还是叠加增益的速度，都比赤焰套装好，是次选的助战套装技能。队里有3位女性武将的队伍，就优先使用星芒套装和玉露套装来助战。没有的就使用玉露套装和赤焰套装助战。若是队里有3位女性武将的灭队，则可以考虑使用星芒套装和赤焰套装，这2套全是提升灵宠攻击的圣物助战。目前只有3套圣物，还是比较容易做选择的。
因为玉露套装的出战技能很少会用到，所以只需要预备一套来给助战使用就好。最后要说的是，灵宠圣物只是在你有能力将灵宠培养到5星后，再做的一些差异化成长。只有大家的灵宠都到达5星后，你才会感受到灵宠圣物带来的差异。一个4星满配5星圣物的白泽，也不会比一个5星但完全没有圣物的白泽强。所以要投入多少，大家就自行决定吧。中课以上的玩家对圣物的培养优先级别较高，小课玩家即使慢慢来也没什么关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